Insta360X5 上手懒人包。我一定会讲这一支，有够长又不一定会有人要看。这相机功能多到我有点头痛。我们分3个阶段来讲吧。3阶段看完你心灵也成长喽。新手期、上手期还有老司机 ，OK 吗？来，新手期不要管那些复杂的功能，基本界面滑一滑都会有文字解释说这是谁要干嘛。但开始记录生活一定是新手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新手先学会按录影就好。长按开关机键是开机关机，短按开关机键是亮起荧幕或熄灭荧幕。Q 键你先当它装饰。预览视角可以滑动画面调整，也可以按右下角切换前镜头或后镜头。点左下角或选单按钮可以切换模式，我们只记住几个：录影模式、Pure Video 模式、子弹时间模式，还有 Instaframe 模式。录影模式下，你可以选择 8K 30p 或是 5.7K Plus 30p， 这2个画质非常的接近，但后者档案比较小。如果你的记忆卡容量常常不够的话，就拍 5.7K Plus 30p。如果你的记忆卡是 256GB 或 512GB， 常常觉得容量好像用不完，那你就拍 8K 30p。全景相机会常常需要在后置的时候去放大画面，可以选择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选画质好的那一个格式。在环境比较暗的室内、阴天或是晚上，你会需要将模式开到 Pure Video， 也就是低光拍摄模式。录制规格一样选你能拍的最高规格就好。在你刚拿到相机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租的还是买的，都记得下载最新的 App， 让它的固件更新。有一个重大的更新就是多了这个影调增强的功能。影调增强类似手机的自动曝光，可以在逆光场景保留细节，提亮人脸。新手建议打开，但熟悉 X5 以后要看情况关掉，尤其是相机摆着不动的静态拍摄，画面会比较明显有忽明忽暗的感觉。子弹时间模式 5.7K 120p 是目前画质最好的规格。如果你不在意画质，而是希望它更慢，可以拍 240p。但我个人主力还是推荐 5.7K 120p。这个要有配件才能玩，这我要特别讲吗？我比较推荐的配件应该是神盒吧，因为很小，很好带出门。那蛮多人是喜欢自拍感的，尤其是新版的自拍感，它握感很好，就看你自己。如果你想尝试学会全景相机，你可能用不到 Instaframe 模式，这是一个同时可以拍摄全景素材跟平面素材一起录进去的模式。它的好处是用这个模式拍到的素材，你可以插到电脑传进去，然后就直接剪辑到 Vlog 里面。它的用法是选中这个模式之后，选择2种素材中的规格，都选最高的就好，然后帮平面素材选主角，通常应该是选自己。你要拍风景就是按其他的，但强烈建议一下，因为它的算力吃到饱，就是它算力会非常吃紧，所以它同时能拍下的素材都不是它原本能拍到的最好画质。如果你是愿意花时间进手机剪辑的人，我好像还是会推荐你使用全景的模式去拍，拥有后置的弹性就是全景相机最有魅力的地方。特别提几个东西，一扭快拍，上往下滑可以看到这个功能。打开以后，你就只要举起相机扭2下，就可以开始录影跟停止录影。指示灯我会建议打开，不然你会搞不清楚自己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录影，毕竟相机离你这么远。下滑按齿轮进去有个记忆卡，这是格式化，你会常用。每当你插新的记忆卡，我都会建议你一定要按格式化，这能让记忆卡建立辨识机器相容性的档案，避免你在读取的时候发生档案错误或损毁。接着进到新手期剪辑的环节，主机的云端自动上传如果有打开的话，它的 Insta360 Plus 云端服务买了的好处是你回家就把主机直接插室内电源，自动上传，放在那边不理它1个晚上，你就可以改用云端在相机关机的情况下去编辑素材。它有它好用的地方，主要就是看你的主机连到手机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卡卡的啊，然后你会不会有分享的需求。如果你平常用主机直接连 APP 这样编辑，你也觉得很顺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用买。剪辑平面素材有2个方向，一个是编辑成 clip， 也就是片段素材，去拿去放在 Vlog 里面穿插；一个是直接套模板。套模板很好理解，你 App 打开，选择喜欢的模板，把素材放进去之后，就可以输出一个看起来好像剪辑起来很有质感的内容了。另一个的话是切片 clip 的单一素材输出，新手不会打关键帧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使用智慧构图，直接选择主角，拍前面，拍后面，然后掐头去尾，输出你要的片段，非常的简单，你摸一摸就会了，简单到我好像不用讲。不由得感叹 AI 的强大。想当初我用滑雪素材，滑1个上午剪1个下午，现在按2下还可以同时输出多个素材，哇，真的是
如果你要小行星的素材，点进去之后将视角缩放到星球的形状，打上关键帧就可以了，轻轻按一下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冰岛我素材常常在那边自己转来转去，不能固定拍我想要拍到的东西。那这个部分是进阶课程的部分，我们后面讲。而到目前为止，其实你已经掌握这个全景相机最精华20%的用法了，而这20%的用法可以拍摄80%的内容，连大师都会拍摄的内容，也完全可以直接拿去剪 vlog 啊，或是当 YouTuber、UP 主、网红，我不知道你想干嘛。就是其实它没有看起来的那么难。X5不是成熟，它已经过熟了，它成熟到已经开始乱搞一些有的没的，你根本用不到的功能。所以你看我前半段，其实你已经可以正常的出去旅行了。接下来的内容要讲进阶的上手内容，真的超级多，我尽量讲快一点。但我小打个岔，刚刚新手期的内容就是最重要、最主要的用法了。所以你如果觉得一次消化太多东西很难消化这么多资讯的话，你可以一直重看熟悉前半部的内容就可以了。后半部你可以等闭着眼睛都会用的时候再来看。就这样。闭着眼睛都会用。首先，相机的基本按钮还剩一颗没讲 ，Q 键就是快捷键的意思。顺便跟你说，我根本没有在用 Q 键，对，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累赘，不是。然后是空间概念，全景拍摄的逻辑是以相机出发，拍下这个起点，看到整个世界全部的样子，变成一个类似完整球体，以它为中心球体的视野。你需要先习惯这种视野跟拍照是很不一样的。例如环绕拍摄，手机要拿着绕行拍摄目标，但是全景相机是让相机去绕行拍摄目标。这个让相机去动，而不是转动镜头去拍的基本逻辑非常的重要。继续举例，例如抬升镜头，手机是抬高的同时还要往下扣。全景相机就是原地举高就好，这就是空拍机飞上去的视角。例如低角度跟随，手机是放低之后往前走，全景相机是直接像挥杆一样慢慢的往前跟上。例如拍自己的正面，当人物在运动的时候，仍然要注意镜头必须朝向自己，但是全景相机只要维持在自己的正面就好，不用去管前后镜头朝向哪里。慢慢去理解这个拍摄逻辑的差别，你会更自由的使用全景相机，避免镜头没有拍到的想法去框架你的创作。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小小的限制，就是接缝。在两面镜头之间的这一圈视野就是接缝，它像是一个透明扭蛋球的接缝处一样，难免会产生一点点衔接上不够完美的瑕疵。Insta360的接缝处理的算是非常的完美，但偶尔还是会出现一点瑕疵，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，为了不让画面切到你最精彩的地方，你要有意识的去避免使用接缝拍摄自己。最常见的就是自拍，虽然官方都教你说，举出去就可以了，但其实微微的翘高才是最完美的角度。接缝对出去的地方可以看自拍杆，就是你下面这根杆子，自拍杆指着哪里，哪里就是接缝。所以就是避免自拍杆这样子直直的指着自己，这种机会不多啦，可能潜水的时候吧，不小心这样子游太前面啊，但你就是习惯性的翘起来拿它。我上物理课，好无聊哦，心灵不成长了。但这个基本观念真的很重要，有了这个空间概念，你就会衍生出很多奇怪的用法，例如小行星缩放啊，虽然要搭配旧版的3米自拍杆。例如假空拍机啊，想象你的相机是一台空拍机，然后有3米自拍杆举着它在那边乱挥啊就可以了。收音的部分，明显正面有一个麦克风罩，在 vlog 拍摄的时候最好是这一面朝自己，但收音是距离比较重要嘛，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期待它的音质啊，拍素材就好，不然就是要连无线麦克风。顺便讲几个很常被问到的配件，保护罩。没事不要装，它会产生耀光，就是让接缝处更明显有一个耀光。我在讲什么 ？X5可以自己换镜头了，所以如果没有玩到很激烈的话，我就会让它裸着去拍到最好的画质会更棒。无线麦克风我觉得不是很必要，但你真的要拍全景版的 vlog 也没有不行，原厂都有出它的相关配件。我自己是都还没有买，我之后如果有拿到的话，我再告诉你们。但是你的器材不止全景相机，比如全景相机加手机，那我还是会建议你全景素材跟 vlog 素材还是要分开管理，你以后是分类素材的时候也会比较轻松一点。潜水壳只要是去玩水，尤其是海水，必买。海水有多毒啊？你知道，我知道，独眼龙也知道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不要裸机下海。听起来怪怪。其他配件我暂时没想到，你们有疑问再问我好了，不然再讲下去这个影片太长了。
赶快讲剩下的功能。下往上滑改当下的模式规格细节，左往右滑看素材，右往左滑改专业细节的参数。你可以玩玩看，但不熟的话就永远保持自动，自动最好。上往下滑功能太多了吧，足足2页，再加一个选单，你就都按按看吧。我只讲我很常用到的东西。一扭快拍我永远是开着，那提示音我会开，但设定最小声。我很怕在安静的餐厅里面，它突然在那边哔哔哔哔哔哔，我会发疯。提示灯千万别关，全景相机总是会离你很远，所以你要确定它在干嘛，基本上都靠这个灯了。萤幕自动熄灭，我是建议选永不，或者你可以设定一个比较长的时间。我建议你去习惯短按开关机来开关萤幕，这是一个非常省电的好习惯，也让你知道说，我现在想要看画面的时候，我就是去按这个地方，慢慢的去习惯这件事情。左右滑的功能有点多，像是移动缩时、循环录影，没必要的我就跳过不讲，你自己摸索看看。我讲几个我比较常用的。拍照建议你设倒数计时，避免按下去的那一瞬间你的相机晃了一下，那拍到的画面就会很糟。那拍照也可以用一扭快拍，很方便。行车记录器功能我用不到，但如果你用得到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行车记录器，也确实很好用。加上现在的那个低光演算法，整个都进化了嘛，将来要淘汰它就是有用武之地了。我不特别教怎么用，你按按看其实就会用了，很直觉，就是设定间隔多久，占用多少的容量，每次录多久就会回头删档案，这样子去达成循环录影。然后是单镜头模式，我知道有些创作者很爱用，好像影视飓风也说他们会这样子用，但我本人超级不喜欢这个模式。它这样拿手感很像手机啊，萤幕在这里嘛，然后你就单按这个键可以切换前镜头、后镜头，所以这样子拿起来的手感还不错。可是就是这个，可是它的画质还是不够好啊。在全景相机的领域里面，它 always 最强，目前就是最强。但是单镜头模式我自己是不会用啊。最后是剪辑，当你已经熟悉自动剪辑的功能以后，为了掐到更精准的素材，你就要学会怎么打关键帧。它的逻辑是先设定一个起点，你可以要求起点要长什么样子，往后再设定一个终点，你也可以要求你的终点长什么样子，起点就会渐渐的帮你过渡到终点。这有几种玩法，最基本就是追踪一个特定的目标，例如你是自拍，虽然有自动追踪可以用，但它会维持视角，你无法总是保证框选的视角是你喜欢的样子，你就可以使用关键帧去改视角，不需要很频繁的去修改，就是在画面变动比较大的地方改就好。我会习惯先设好起点，再设好终点，接着使用剪辑掐头去尾，回去素材播放看哪里跑掉，然后在每次画面跑掉的终点设上关键帧。设太紧密的话，可能会有明显的旋转或抽动。点关键帧可以删除，你自己再多感受跟练习一下。除了追踪特定目标，也可以用来做运镜。例如，起点是一个小行星，终点是你，你就会得到一个从小行星放大到你的画面。也可以做一些疯狂的缩放效果或运镜效果，玩法你就自己去开发吧。其他还有很多预设的转场、预设的运镜、加速、AI 艺术家，很多花俏又五花八门的玩法，我们不一一赘述。熟悉关键帧，基本上你已经可以满足90%以上的剪辑需求了。把这些慢慢的摸透，你就是老司机了。你不会期待老司机还要我教东西吧？这上手懒人包好啦，我是真的教完了啦，一滴都没有了。其实你把空间概念摸清楚啊，关键帧用熟练的话，你已经可以自己原创一些别人没有玩过的东西了，就是别人没有玩过的摄影技巧，你自己都可以慢慢的摸索原创出来。到时候说不定是你来教我啊，对不对？还是你教我，我应该没有漏讲什么吧？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地方搞不清楚，你们再留言好了。我看就到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我再尽量一个一个回你们。希望这支影片可以有让你学到一些东西，不然我会很难过，因为这个教学内容真的是最难拍，拍很久。留言让我知道它对你有帮助也好啊。想看什么也可以留言跟我说，就这样。我是詹斌，冰岛来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